如果说早年的巴菲特像一台毫无感情的算账机器，那芒格就是一位洞察人性和商业的顶级智囊。在遇到芒格之前，巴菲特只看得见数字；遇到芒格之后呢，他才终于打开了格局，看透了一门好生意背后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投资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宿命相逢。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我们说到，巴菲特拿着亲戚朋友凑的10万美金，穿着睡衣在卧室里开启了滚雪球游戏。就在他满大街找烟蒂股捡便宜的时候，一个在思维和格局上能对他降维打击的男人即将登场，他就是查理·芒格。在介绍芒格之前，我们得先看看他的原生家庭。和巴菲特家那种压抑的氛围不同，芒格出生在奥马哈一个颇有声望的法律世家。他的祖父是位说一不二、威望极高的联邦法官，他的身份是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任命的。而且这里有个小彩蛋，芒格本人的全名叫 Charles Thomas Munger， 正好是把祖父的名字反过来，这就是父辈对老爷子的致敬。因为芒格家族原本是很穷的，但就是靠着这位法官祖父，让家族一跃跻身奥马哈的上层社会。那这位老爷子作风有多彪悍呢？他强迫全家人必须要背下《鲁滨逊漂流记》，为的就是让大家吸取书里那种在绝境中死磕到底的精神。而且他特别啰嗦，特别喜欢给人布道。他平时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给亲戚们上思想课，大谈节约的美德，痛斥赌博和泡酒吧的罪恶。这一点芒格也继承了。不过芒格的父亲阿尔倒是个快乐的异类，他虽然也是大律师，但没那么紧绷，平时就喜欢抽烟、打猎、钓鱼。母亲图迪则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的芒格长着一对特别惹眼的招风耳，只要把耳朵露出来，总会引来同学们的哄笑。但和巴菲特那种讨好型性格不同，芒格骨子里天生带着一股傲气。面对那些商人的挖苦，他总是能犀利地怼回去。在学校里，因为实在太聪明，他还落了一个外号叫 Brains。 邻居戴维斯夫人回忆说，这孩子确实聪明，但嘴太毒了，大人根本降不住他。哪怕拿着细树枝抽他的小腿肚，芒格也硬着脖子咬死绝不认错。带着这股子傲气，他17岁考进了密歇根大学，主修数学。但很快二战爆发了。大二那年，他应征入伍，去修读了气象课程，后来被派往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当了一名气象预报员。芒格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因为他没见过哪个现役军人能像他一样驻扎在一个连炮弹皮都见不着的地方。在阿拉斯加，那既然命保住了，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是财务风险。因为闲得慌，芒格靠打扑克来赢点零花钱打发时间。但恰恰是在这小小的牌桌上，这个数学天才悟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投资铁律：打牌和投资是一回事儿，胜算不大时要少下注，只要胜算极大，必须重仓出击。二战结束后，芒格凭借家族人脉，连本科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被破格录取进了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站在美国地图前，问了自己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哪个城市正在上升期，能让我挣大钱？而且这个地方不能太大，阶层不能固化，不然普通人很难出头。在脑子里仔细盘算了一番后，他排除了那些老牌大城市，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加州洛杉矶。到了洛杉矶，芒格顺风顺水地成了一名大律师，看着前途无量。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给了他重重一击。芒格21岁那年，经历了一次冲动婚姻，娶了当地名门的千金南希·哈金斯。当时女方才19岁，从小被宠坏了，有些骄纵。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熬了8年，生了3个孩子之后，1953年俩人分道扬镳了。在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件挺不光彩的事儿。芒格搬出大房子，挤进大学俱乐部的一个破单间里，买了一辆浑身是坑的2手破车。一转眼，他成了一个只能在周末陪孩子的单亲爸爸。但厄运没打算收手，就在离婚的同一年，他8岁的儿子泰迪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在50年代，这无异于一张死亡通知书。芒格和前妻跑遍了整个医学界，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无可救药的现实。那段时间，泰迪频繁进出医院，查理每次去探望，抱着日渐虚弱的儿子，心如刀绞。离开医院后，这个平时眼高于顶、永远保持冷静的男人，就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
失败的婚姻加上丧子之痛，接连的重创几乎要把他压垮。1955年，9岁的泰迪还是走了。在儿子生命最后的几周里，31岁的查理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整个人暴瘦了10几斤。他后来回忆说：“我无法想象人生中还有什么比一天天看着孩子离去更痛苦的事儿了。”那要换做普通人，面对这种接连打击，可能早就崩溃了。但他是查理芒格。当人生跌入谷底时，他展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理智，给自己做了一次强大的心理重建。他告诉自己，面对不可改变的不幸时，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挫败感，让一个悲剧裂变成2个甚至3个。既然儿子已经走了，既然生活还得继续，那就必须擦干眼泪往前看。他下定决心要再婚，重建家庭，但是他那该死的理智脑又开始转了。他用数学概率分析了一下自己找到理想伴侣的胜算。加州有2000万人口，一半是女性。这1000万女性里，年龄合适的只有200万。这200万人里，150万结过婚了，剩50万。这50万人中有30万人太笨，5万人太精明，剩下的只有15万。而在最后这15万人里，能让我有结婚冲动的，估计刚好能塞满一个篮球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些人里找到那个对的人。你看，这就是芒格。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还在算概率，而且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对任何人和事儿抱过高期望，因为期望低了，失望自然也就少了。好在朋友们都很支持他，轮番上阵给他介绍对象。很快，他遇到了另一位也叫南希的离异女士。但这位女士可不简单哦，斯坦福经济学1945届高材生，典型的精英女性，带着2个男孩，热爱网球和滑雪。第一次约会，芒格就毫不客气地警告对方：“我是那种特别喜欢说教的人哦。”结果对方根本没在怕的。1956年1月，俩人结婚了。南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家庭 CEO， 遇事冷静务实。只要芒格一上头或者开始自满了，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泼他冷水，把他拉回现实。加上各自带来的孩子，俩人后来又生了4个。南希一个人要抚养8个孩子，而芒格呢，他在家里简直是个长着腿的书架，每天一头扎进科学和伟人传记里。那生活终于重回正轨了，接下来就该搞钱了。当时他在律所工作，虽然收入不菲，但芒格很清楚，光靠卖时间做法律咨询，这辈子都别想发大财。于是他开始折腾副业。他还给自己算了笔账，作为一个年轻律师，我1小时大概能赚$20，那谁才是我最有价值的客户呢？答案是他自己。所以他决定每天要把最好的1小时卖给自己。每天早上，他都在为自己的建筑和房地产项目忙碌。芒格毫不掩饰对财富的渴望。他说：“我对赚钱有极大的热情，不是为了买法拉利炫耀，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我拼了命地想得到它。”在傲慢的外表下，藏着他对建功立业的野心，这也让他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时间来到1959年的夏天，芒格回老家奥马哈处理父亲过世后的房产。在朋友戴维斯医生的牵线搭桥下，一场投资界的世纪相亲被安排上了，地点就在奥马哈俱乐部。那天中午，29岁的巴菲特大步走进了餐厅，他留着平头，穿的就像个上门推销保险的。而坐在对面的芒格35岁，衣着考究，俨然一副洛杉矶商业精英的派头。芒格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一无所知，按他的一贯作风，他对这次见面的期望值很低。毕竟能让查理·芒格心甘情愿闭嘴，静静听对方说话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几个。那刚开始呢，大家也只是客套寒暄。芒格吐槽说，自己年轻时其实在巴菲特爷爷的杂货店里打过工，那时候简直就是被疯狂压榨。他说，你只能从早上的第1个钟头一直当苦力到晚上。巴菲特对此深表赞同，虽然是他爷爷，但他也是被狠狠剥削过的。俩人因为这段共同的悲催经历拉近了距离。但真正让他们产生灵魂共振的是巴菲特开始聊起价值投资的那一刻。芒格一听，眼睛立马就亮了。那些别人听得云里雾里的金融逻辑，他1秒就能听懂。巴菲特也激动坏了，终于有人能跟上自己的语速和思路了。不管抛出什么观点，芒格都能稳稳接住。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懂自己的人。
当巴菲特聊起自己收购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细节时，芒格大吃一惊，因为这家公司背后的阿曼森家族正是他的高中同学。他万万没想到，远在奥马哈的巴菲特竟然能把加州公司的老底和账目摸得那么透。很快，俩人的频道就彻底对上了，他们语速飞快，手舞足蹈，同桌的其他人全部成了背景板。过了一会儿，芒格忍不住问沃伦：“你具体是怎么操盘的？”巴菲特开始向他开心地解释自己的合伙公司是怎么运作的。他开心地甩出了自己的业绩。1957年，大盘跌了超过 8%， 我的公司反赚了 10% 以上。第二年，投资升值超过了 40%， 靠着利润复投，我最初投进去的几百块钱已经迅速增值，占到了合伙公司 9.5% 的股份。而且今年，我再次把道琼斯指数按在地上摩擦。芒格听完这些，认真思考了一下，盯着他问：“你觉得我在加州能照着做吗？”巴菲特也停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能，我相信你非常必须可以。”这顿饭吃的所有人都忘了时间。当饭局结束，朋友们踏进电梯时，回头看到的最后一幕是巴菲特和芒格还坐在那儿促膝长谈，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而好笑的是，一顿午餐还远远不够他们聊的。过了几天，他们又一起去了一家咖啡馆，继续他们的投资马拉松。就是在这里，芒格因为巴菲特讲的一个笑话，笑得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在地板上打滚儿。巴菲特后来回忆这一晚的时候说：“我跟他聊了不到5分钟就知道，这辈子我都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而芒格也是说：“我俩简直就是为彼此而生的。”芒格回洛杉矶后，这俩男人的热恋期正式开始了。他们天天都要煲电话粥，一聊就是1-2个小时。巴菲特以前只对乒乓球这么上瘾过，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更有趣的玩伴。在巴菲特的怂恿下，芒格开始系统性学习投资。3年后，他也和朋友成立了投资合伙公司，正式踏上了全职搞钱的不归路。但资金从哪儿来成了个头疼的问题。毕竟论脸皮厚，巴菲特可是甩了芒格好几条街。他总是会让老客户去拉新客户，然后自己再一脸谦虚地甩出那份碾压同行的成绩单，这谁看了不迷糊？所以巴菲特从来不筹钱，反而还要想办法提高门槛，筛掉那些不对胃口的投资人。但芒格抹不开这个面子啊，他讨厌自我推销，觉得伸手要钱太跌份儿。他始终认为体面人就应该用自己的钱赚钱。所以早期芒格的资金盘子要比巴菲特小很多，但芒格胆子大，他敢上杠杆，只要看准了一个机会10拿9稳，他借钱也要往里冲。两个人的投资理念大方向很像，都是盯着公司的实际价值，但在具体打法上又截然不同。巴菲特受老师影响，喜欢在垃圾堆里捡烟蒂儿，专挑便宜的小公司买。他最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比如库存、厂房，觉得这些变现快。而芒格呢，却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偏爱有成长潜力的优质企业。他更看重品牌溢价、管理水平和护城河，这些无形资产才是他的心头好。当然，在摸爬滚打中，芒格也交过学费，比如他买下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代理权，这是一家做拖拉机的农机巨头。做这生意得先掏钱进货，而且等把机器卖掉了还不能揣进兜里，得继续拿去进更多的新机器，扩大规模。这买卖看着红火，实际上是个无底洞，赚的钱只能在账上过眼瘾。吃过这次亏，芒格长记性了。他说，一定要做那种不需要持续往里砸钱的生意，要是赚到的钱没法落袋为安，那这生意就不值得做。巴菲特鼓励芒格把投资当成终身事业，而芒格则试图把巴菲特从天天捡烟蒂的穷人思维里拽出来，引导他去寻找那些管理优秀、能稳定增长的伟大企业。事实上，巴菲特也确实是个乐观派，他相信未来经济会变得更好，只是周围的人都很丧，没有人支持他的看法。芒格是他认识的人里极少数能共鸣的乐天派。更重要的是，他那种直言不讳、根本不在乎外界眼光的脾气，恰好填补了巴菲特潜意识里渴望讨好所有人的性格短板。这俩人简直就是天然的完美互补。从那以后，巴菲特的投资观其实就已经开始松动了，向着高质量好公司靠拢。但是呢，饭得一口口吃。当时他骨子里还是那个锱铢必较、爱捡便宜的抠搜男。很快，他就因为贪小便宜，尝到了被全镇人游行痛骂的苦头。他到底干了什么触犯众怒的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